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奇麦克，我是老边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想同大家分享的是上古时代的苹果操作系统 OS 9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长按点赞。现在我们就开始吧。启动的时候和现在的 macOS 非常像，都有一个进度条，最底部是载入的功能模块。稍等片刻，我们就可以进入桌面了。顶部是传统的菜单栏，从左到右依次是苹果图标、文件、编辑、显示、窗口、其他、帮助。这和现在的 macOS 几乎没什么区别。再看一下右上角，依次是日期、时间、输入法，还有不少的快捷键切换输入法，感觉比现在的苹果系统还方便。接着是国家区域选择，如果你安装了很多不同的语言的话。最后是一个访达的任务切换，可以看到当前有3个应用在运行，点一下切换到浏览器，一股上古气息扑面而来。好了，我们知道了它的任务切换是在右上角，可以看到顶部菜单栏的内容随着程序而变化。接着看一下底部左侧的控制栏，这个就变成了以后熟悉的 Dock 栏，上面主要放置一些常用的系统功能，比如调整分辨率、系统节能设置，竟然还能关闭硬盘，还能让电脑进入睡眠状态。这里有个远程访问，应该是拨号上网时候用的。还有光盘控制器，现在已经不存在了。这个是钥匙串，用来记录登录密码的，直到现在的苹果操作系统里还能见到它。这个是 Apple Talk 苹果专用的网络通讯协议。点这里可以收齐整个控制条，点这里可以展开。移到右下角是熟悉的垃圾桶，它的位置几乎没有变过。现在看一下怎么与外面交换文件，这里用一个叫 Fetch 的 FTP 软件来实现文件交换。双击收藏夹里的 FTP， 勾上允许访问，点许可就开始连接 FTP 服务器。可以看到现在顺利连接上了。装一个 Photoshop 7.0 看看，这个下载进度条竟然是环形的。文件图标出来了，这个 FTP 是在 iPad 上的。文件下载好了，然后自动调用阿拉丁来解压文件。那个时候的苹果软件都是 SRT 压缩包，这个公司曾经垄断了苹果上的压缩包软件，现在几乎见不到它的踪影了。关掉这个 FTP 窗口，打开 Photoshop 文件夹开始安装。双击安装文件进入 Photoshop 安装过程。Photoshop 7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版本了，它应该是当年最流行的版本之一。印象中它也应该是最好用的。它发布于2002年3月份，距今已经有19个年头了。看着这进度条，仿佛不是进度条，而是 Adobe 的发家史。安装完成后，点退出，双击 Photoshop 就打开了。又看到了这熟悉的画面。选择默认项，再选择默认项。从 Sample 目录里打开几个样板文件看看。打开一个老照片，再打开一只小黄鸭，速度还是很快的，和印象中一样。那个时候的 Photoshop 还是很干净的。现在退出 Photoshop， 看一下苹果访达里的交互。打开文件夹时有一个放大的小动画，图标的位置可以随意移动。
窗口可以暂时收起到标题栏，需要的时候可以展开，不需要的时候可以收起。这个交互是我比较喜欢的，可惜后面的苹果系统里没有了。继续看访达，点开应用程序，选择一个程序 Command 加 I 查看信息，展开的动画和布局和现在几乎一致。打开这个 Sherlock Tool， 是不是和现在的聚焦搜索非常像？搜索一个 Readme 看看，切换出聚焦搜索，对比一下。虽然界面有所变化，但大致功能是一样的。不同的地方是，它把分类搜索放在了最顶端，搜索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互联网上，人物搜索、购物搜索、新闻搜索、苹果电脑搜索、参考消息搜索、我的频道搜索和娱乐搜索。除了本地搜索外，其他大部分搜索都已经失灵了，毕竟很多公司都已经不存在了。接下来看一下上网的浏览器。这个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 IE 浏览器。启动一下看看今天还能访问什么。试一下地址栏下面的热门能不能访问。太尴尬了，自己的网站都不行。果然不出意料，这些网页都打不开。一共2个打不开，这个打不开，那个也打不开。估计时间太久远了，证书全都失效了。打开浏览器的偏好设置看一下，找到安全选项，看一下证书的情况。点开 Security 这一项，打开一个证书看看有效期是多久。2009年7月份，过期12年了，怪不得什么网站都打不开。往下翻一下，看一下这个 CA 证书，2019年3月，也差不多2年多了，都过期了，看来只有换一个浏览器才行了。看来这个浏览器只能打开一些没有加密的网站。打开 m.163 试试吧。这个也只是能打开，也无法正常浏览。看看 B 站能不能打开。嘎嘣脆，看来也不行。退出这个浏览器，换一个其他的看看。打开这个网景公司的浏览器。当年这个浏览器也是非常出名的，后来被刚才那个 IE 打得落花流水，惨淡的退出了浏览器市场。看来和 IE 差不多，半斤八两，一直无法载入网页。退出看看其他的吧。只有右上角这个恐龙化石才能访问网页，这些老系统上个网真是麻烦。这回我终于可以打开163的网页了，能够浏览基本的内容，感觉这是唯一可用的浏览器了。整个页面好干净，连广告都很少看到。再试试看 B 站能不能打开。竟然显示了个头部，还能显示个广告，不容易。感觉对 CSS 布局完全不支持。
基本上显示效果空空如也。只能算是勉强能看，浏览个大概吧。最后看一下便兼这个存在于苹果上20多年的应用程序。它就好比生活中的记事贴，让我们再好好看看这个精美的记事贴。想不到这个程序20年后还在。欢迎回到 macOS 蒙特雷。喜欢我的视频请长按点赞，多多分享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支持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